冷白的日光透过门窗洒在屋子里，一个胖子闯入报社，语气缓慢却坚定地要求报社记者表扬自己，因为他救了一个姑娘。看着眼前一脸认真的中年男人，记者古国奇哭笑不得，反问他做好事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表扬？男人态度坚定，做好事本来就该得到表扬，因为表扬完了会有人幸福，那个人不是自己。古国奇反问他幸福是什么？男人一番质朴的言论引得众人阵阵讪笑。男人名叫杨红旗，是个认死理的老实人，连衬衣的扣子也总是认认真真系上最后一颗。他虽然不知道众人为何发笑，但活了30几年，该懂的道理还是懂的。记者古国奇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。送走杨红旗后，他下班回了家，准备好生日蛋糕等着女友米一。米一是个刑警，这次和以往的无数次一样，正在执行任务的米让古国奇替自己吃了蛋糕。无所事事的古国奇约同事谭伟闲坐，杨红旗一时成了他们的谈资。翌日，杨红旗带着3份报纸来到报社，记者们正在开会，一旁摆着精致的会客椅，杨红旗却选择坐在楼梯口等着，足见他的性子是怎样的自卑怯懦。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执念让他能坚持到报社要求登报表扬？如果他所言非虚，又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他见义勇为的呢？古国奇起了兴趣，两人来到一家餐馆，杨红旗将3份报纸摊开摆在古国奇面前，询问他为什么还未登报表扬自己。古国奇表示希望能向他了解一下事情始末。那是一个雨夜，杨红旗不知道是几点，但他确信天黑了很久。当时他骑着自行车路过一条巷子，哗啦啦的雨声中夹杂着一个女孩呼救的声音。察觉不对的杨红旗当即撂下车子，快步返回巷口。夜幕被一道闪电撕裂，杨红旗看到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正撕扯着女孩的衣服。男人看到他之后慌忙逃走，他确确实实阻止了一起强奸案的发生。古国奇听完沉吟了片刻，没有目击证人，这件事无法做实，到底是真是假？新闻人最讲究的就是真实。见古国奇摆明了不信自己，杨红旗急得满头大汗，他动了动嘴唇，却说不出半句争辩的话。他埋头将碗里的饭扒拉干净，随后志气般起身离开。这几日雨水充盈，外面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。古国奇撑着一把伞追上杨红旗，杨红旗锁在消防栓上的自行车被城管拉走。相比于50的罚款，杨红旗觉得还是买辆新的划算。他带着一个车轮子消失在雨幕中，古国奇心下有些动摇。在谭伟的怂恿下，他按照杨红旗所说的名字来到当事人欧阳花的学校。古国奇仔细琢磨着自己的用词，以免伤害到女孩的自尊心。一番斟酌后，将这件事问出了口。欧阳花眼底霎时间没了笑意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雾气。他矢口否认了这件事，并表示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的编排。女孩的眼泪很是打动人心，古国奇当下便认定杨红旗一定在说谎。又过了3日，杨红旗照例拿着报纸找到古国奇，质问他为什么还是没有登报。古国奇心下认定杨红旗在撒谎，见他如此执拗，便拉着他到学校和欧阳花当面对质。杨红旗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不愿面见欧阳花，这更坐实了古国奇的猜想。古国奇斥责他要是再这样胡搅蛮缠下去就报警抓他。杨红旗闻言表示自己当天也报了警，随后2人便来到警局，但雨水冲刷了那时的痕迹。警察赶到后并未发现什么，且上头有治安任务。对于杨红旗所说的强奸案，他们更是矢口否认。杨红旗这下彻底闭嘴了，但他还是坚持往报社跑。古国奇不堪其扰，索性开始躲着。这天，欧阳花约古国奇在咖啡馆见面，古国奇装模作样的给米一打去电话，请他一起过来坐坐。得到不来的回复后，嘴角咧到了耳后根。可见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，即便有女朋友，也不会拒绝一个漂亮异性的主动接近，内心或多或少会有一瞬间游离。米一嘴上说着不来，实则偷偷在店外观察。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欧阳花不简单。根据刑警的理论知识，他断定所有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动机，包括欧阳花和杨红旗，于是便提议古国奇去调查2人的动机。报社的主编十分认同这个说法，便让古国奇到杨红旗家跑一趟。杨红旗不好违抗领导的意思，便来到了杨红旗的家。这是一间破旧的砖房，屋里的墙壁贴满了奖状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躺在床上，他看起来连呼吸都十分困难。老人正是杨红旗的父亲，年轻时获得大大小小的褒奖无数，是将荣誉视为生命的老劳模。杨府这辈子一直秉持着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，各级政府的补助金也全都被他捐给了灾区和希望工程。如今缠绵病榻，却依然坚持不用国家的钱就医。古国奇心事重重地返回报社。翌日，得知他到村里了解情况的杨红旗兴冲冲地跑到报社，他以为古国奇这是要登报表扬自己，还开开心心地给每个人散了糖果，结果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古国奇表示自己十分敬重杨父，但仍坚持证据不足无法登报。他好奇杨红旗到底为什么如此执着得到一个表扬，自己从未撒谎，却始终无人相信。杨红旗实在有些崩溃，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古国奇，父亲罹患癌症时日无多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杨红旗受到一次表扬。杨红旗掩面痛哭，为奔波数日的无疾而终难过，也为无法满足父亲最后一个愿望痛苦。古国奇心里五味杂陈，最后米一想了个主意，
他以古国旗新助理的身份和2个当事人坐在了一起，打算发挥自己刑警的作用，帮古国旗理清这件事。欧阳花带来了自己的2个好友，3人口径一致地表示那晚一直在一起。杨红旗反反复复都是那句我没编瞎话，随后便将头埋得低低的，默不作声。这次当面对质没什么结果，米一却敏锐地察觉到欧阳花几人的说法太过完美，有提前串供的嫌疑。谈话结束后，欧阳花几人追着杨红旗穿街过巷，直到杨红旗躲进一户人家的院子，这才甩掉了3人。但他却因私闯民宅被房主送到了派出所。杨红旗思来想去，最后把电话打给了古国旗。古国旗没有推脱，马上赶到派出所保释了杨红旗。但杨红旗却没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躲进别人的院子，可见不管是不愿意和欧阳花当面对质也好，还是现在没有说出3人追赶自己的行为也罢，杨红旗不愿意做的其实是伤害欧阳花。古国旗告诉他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证实杨红旗当晚的行程确实如他自己所说，这一点一位商店老板可以证明。那晚他还借了杨红旗一件雨衣。古国旗询问杨红旗还记得什么细节，杨红旗支支吾吾不愿意说，被逼急了才一股脑道了出来。原来那晚歹人被吓走后，惊慌失措的欧阳花就扑到杨红旗怀里，声泪俱下地告诉他自己的姓名和学校，还表示会记得他的恩情。杨红旗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便将那件雨衣披到了欧阳花身上，事后还帮他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。古国旗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眼看老父亲就要与世长辞，杨红旗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。他开始整日蹲守在欧阳花的学校门口，希望他能给自己作证。欧阳花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，还别有用心地跑到古国旗家告了杨红旗的状。事情一直没有眉目，杨父始终没能挺到杨红旗被表扬的那天。杨府无疑是值得敬重的。报社的主编带着古国旗和谭伟前来吊唁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，唯独村支书的脸上挂着笑意。实际上没有人能对杨红旗感同身受，也鲜少有人会真的心怀敬意，长长久久的悼念。更多人的态度是像村支书一样事不关己的。主编让古红旗尽快调查，做出结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真相也因犯罪嫌疑人的落网得以浮出水面，杨红旗说的都是真的。与此同时，欧阳花却因为事情的曝光名誉尽毁，他指责古国旗不该揪着这件事不放，他们为了一个表扬一份虚荣，毁掉的是自己的一生。在欧阳花眼里，第一个凶手是罪犯，第二个就是古国旗。但其实有错不是古国旗，也不是杨红旗和欧阳花，是穷凶极恶的罪犯，是世俗对女孩的偏见，社会对女性的狭隘要求。明明是罪犯的错，他们却要口诛笔伐一个女孩子不应该穿不得体的衣服，不应该太晚回家等等。更有甚者，因此对女孩们进行荡妇羞辱，认为女性被骚扰是他们自找的，是他们主动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。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恰恰助长了侵害之风的盛行。古国旗一时间分不清对错，他选择了递交辞呈，主编则将这篇报道登了出去，头版头条，占据了整个封面。但这份迟来的表扬却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的心境。杨红旗起初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夙愿，后来想要有人相信自己，无论什么原因，都应该不是一份虚无的表扬。风波过后，古国旗因为这件事变得孤僻沉默，和米一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，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。最后，古国旗离开了家人朋友和熟悉的城市，北上开启新的生活，却意外在天安门偶遇了杨红旗父子。古国旗分不清这一幕是在眼前还是心里。结合最后的短信和葬礼上村支书的神秘微笑，我们很难不怀疑杨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假死。但如果真的如此，也就颠覆了我们之前的种种认知。一生都在做好事的杨父，是否会为了虚荣心做假死这种下三滥的事？反推一个为了虚荣心能假死的人，他先前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只是为了博一个好名声？深思起来实在让人不寒而栗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